我们现在就回安河，召集3家家主，带着满门精锐杀去天启吧。谈判？谁和他们谈判？真是可笑。这是一场博弈，若直接落下所有棋子，便会陷入被动。也是啊，他们让我们去我们就去，未免也太小看我们安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，似乎我们应约了，又似乎没有。是。所以，我一个人去。你以孤子入局，而我会其后赶到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你回到暗河，我会将我在天启城中探得的虚实告知于你，须做一个万全之策。跨过暗河便是彼岸，这应当便是阻碍我们的最后一条河。哟，请问贵客有什么需要？要见上访，再来一桌好酒好菜，我要招待客人。好嘞，楼上请。不是说第2日来，我等你多日了。第2日是你们定的，我们想哪一日来，便哪一日来。3日之后，宗主请你赴宴，悄悄的来，不要被任何人发现。大家长，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呀？这一次是要取那黄泉当铺中的事物？带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摆渡之人。公子又来了。红英，你每日在此摆渡，黄泉当铺给你多少银子？想不到公子还记得奴家的名字。奴家在这里替人摆渡，不收银子，只等一个有缘人。那我旁边这位，可否做你的有缘人？大家长，你这是要把我卖了呀？公子可知，奴家所说的有缘是何意呢？你叫红英，红姓在这世上很少见，可是你的姓氏？奴家没有姓氏。今日之后你便有了，你姓穆，他是穆家家主，便是我说的有缘。暗河大家长，要抢我黄泉当铺的人，那间屋里的东西自己挑选足够的筹码取走，但红英归我了。他们给你的令牌是假的，真的还在眼中。那边先欠着，等我取回真的令牌，你再去取筹码。一言为定。姑娘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穆家之人了。原来殷宗的敌营是琅琊王萧若风，他召集的天启寺守护和内卫司夺走了殷宗的权利，所以当时殷宗给三官下了命令，让大家长亲自出手对付唐二老爷，也是为了引唐灵月离开天启城，再借我们之手除去唐灵月，替他们抹去一个劲敌。天启城的这趟浑水，比我想象中更麻烦。
你是上哪儿带来了这么个俊秀的小郎君啊？还好生勇猛，巧把我们这儿姑娘的魂儿都给勾跑了。是我一个小兄弟，想检验一下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男人。怎么？那在我这楼里逍遥快活的，就一定不是可靠男人了？哼！你检验一个男人做什么？哦，忘了和你讲了，我已经找到我的女儿了。那感情是好啊，这不是你这些年来最大的心愿吗？是啊，但我这个女啊，应得这个小子之后，我总感觉他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小子呢，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其他方面啊都可靠得很，就是在这个男女之情上面，我是半点不了解。那这小子算是通过你的考验了。哼，来到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楼，只想到听曲。现在我倒是放心了。但我看呀，这小子怕是一生凉薄的命。你不是也讲我是会死到这半路上的鹰？我现在不是好好的。哼，还有了个女儿。我们的家族啊，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。这个小子一定可以改变俺所谓的命运。那如此说来，我们是否该好好庆贺一番呀？来，来，我敬你。我这儿啊也有姑娘，专喜欢你这样的英雄。反正你已然是个官夫了，通不通过考验都没关系。哼。宗主，三官回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不愧是宗主，本应是这世间最不易被察觉的影子，可却拥有着国丈这样光鲜而荣耀的身份。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乌鸦，听说宗主跟苏沐雨的谈判条件失败了。但我们在黄泉当铺，却碰见了苏昌河。言谈之中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比起苏沐雨，如今这位掌权的大家长，是个更加适合合作的对象。哦，你有把握跟苏昌河谈判？有，他是个利益为先的人。所以，最后当上大家长的人是他，而这世上唯一能让他放下利益、感情用事的人，刚好已经提前入了天启城。我们若能提前控制苏沐雨，那么和苏昌河的谈判条件也就多了一份。到时候苏昌河不管从感情上还是利益上，都不得不和我们合作。然后。我们可卿暗合整个宗门之事，杀死天启城中的一位王爷。至于以后暗河还存不存在，那已经没有了意义。好，那就更改计划，不再等苏沐雨表态了，今夜就将他下入隐狱。遵命。宗主，此事是否要知会大皇子那边？不用了，我有一种不妙的预感呐。大皇子那边已经对我们起了轻视之意，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，让他知道，我们影宗虽然已经不如从前了，但是依然有能力守卫天启城。抓
住苏沐雨，就是一次好的机会。我以为这牢内就我一人。你应该中了毒，无法运用内力吧？不然，你早就该察觉到我的存在了。是，我中了毒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苏沐雨。苏沐雨，倒是一个挺好听的名字。敢问前辈怎么称呼？我姓卓。卓？你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？有人想利用我，有人想杀我，有人想救我，最后我就进了这里。都是别人想，那你想什么？远，活下去，等你长大后成为剑仙，重振我们无剑城。爹，自己小心。爹，爹。我想求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一个我必须要知道的答案。既然如此必须，为何拖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找到呢？因为当我知道这个答案之后，我必须要做一件事情。曾经的我还做不到。你用了“曾经”二字，相信很快就能实现了。首先，你得从这里出去。据说影宗的监狱，只见人死，未见人生。我的朋友会救我。一个暗河中人，居然用朋友称呼另一个人，你还真是有些特别。若他一直不来救你呢？那便趁此机会，多休息休息。你好像对我没有戒心，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讲。因为前辈，你姓卓，只因一个姓氏。是，因为我的父亲便是姓卓。果然是你，阿天。远，再次见到我，你好像并不惊讶。醉梦谷，如醉如梦。我早就想到了，可即便这一切都是幻觉，我还是忍不住想和阿爹多说两句。孩子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阿爹，我会找到当年无间城灭城的幕后黑手，亦会重拾属于我们无间城的荣誉。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一个人走到今日，应当很不容易吧？也不全是一个人。这些年，有我的朋友陪伴着我。这醉梦谷发作的更厉害了。远，爹爹一直坚信，你可以让无间城
重现于江湖。但比起这些，听到你这些年身边仍有朋友相伴，倒更能让我心安。阿爹。请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执绵龙剑，继大家长之位。诸位请起。我答应你们，等此件事了，一定带你们回家，荣耀且自由的回家。家主，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，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，我们做刺客的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血气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。另外，传信给谢七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七刀说，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。谁杀的？
苏家，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，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什么人？死灭关。死灭关里锁着的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，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长河呀，长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你看我被木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花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，是我杀的。谢繁花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花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。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激情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木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木子哲就是个疯子，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但3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怕是不一样了。老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慕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又怎么了？老爷子怕木子哲报复，方才已派出了一批人马前去支援苏哲，但是他们发现苏哲并没有和苏沐雨动手，而是选择和苏沐雨还有那个药王谷神医同行，返回了株洲。
难不成苏沐雨说动了这书？师父，方才不屑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。任务完成了。他没有说任务的事，只是留下了这个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！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喝药了？喂我？你怎么？伤人者为被伤者一点药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就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，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，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长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长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乱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，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
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，他自己就想得到面龙剑。可即便握住了面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你的剑法不错啊，比你那颗毛蛋强很多，但也仅仅是不错而已。秋叔，苏晋惠，你终于肯出来与我一战了。当年你们3个狗东西合力才勉强赢过我，如今只有你一个人，你害怕吗？拔剑40年，杀鬼战神，不知何为害怕。不错，倒是很多年没看到老爷子亲自动手。这场戏看得可算过瘾。有几分意思啊。昌河，戏的终曲你希望是什么？你当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啊。我们不是很多年前就说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俩现在联手，一起对付他。苏沐雨啊，你厉害啊！你现在都学会骗人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你想借我退敌，然后把剑给苏家家主？我真服了。炎魔掌！原来还有高手啊！去吧！这老家伙的剑法还真是老道，难怪木子哲会把这差事交给我。我的炎魔掌，如今可以融入我的刀式。你见过阎王的掌法，你可曾见过阎王的刀啊？霜寒剑气，有点意思。很久以前听说，《西行游记》的话本之中，孙猴子用棍子画了一个圈，任凭圈外鬼神纷扰，圈内仍然是一方安稳的小天地。但不同的是，孙猴子的圈困住了人，而我的圈可随人而行。我在哪里，哪里便是天地。这下可精彩了！要参战吗，穆远？此刻我若是出手帮助苏家主，才战胜了穆司令，他就算拔出了面龙剑，日后也无法震慑三江。相反，
若是苏家主赢了，那至少穆家就绝对不敢造次了。行，那我们一起下个注吧。你猜谁能赢？家主打算尽全力了。就算穆子陵练了研魔掌，根基也不会太深，时间久了必败无疑。你错了，你如果看过那本秘籍，你就不会这么天真了。那疯子一样的武功，哪分什么根基深不深？你看过？没有，我猜的。家主，穆家放出了穆子陵。看来穆白的死让穆子哲很是生气呀。还有，他来了。